第28章，家庭经历。像许多新婚夫妇一样，梅格婚后的生活决心做一位模范主妇。约翰的家应该是一个乐园，他的脸上永远挂着微笑，他应该吃得像国王一样好，而且衣服上永远不会少一颗纽扣。这位年轻的女子满怀爱意，精力充沛，心情愉快地投入到这项任务中，尽管遇到一些障碍，但她不可能不成功。这个乐园结果并非宁静之地，因为这位小妇人总是大声喧哗，急于取悦他人而焦虑不安，整天忙个不停，就像圣经里的马大一样，要做的事情千头万绪。她常常累得连微笑的力气都没有。在吃了几顿精致的饭菜后，约翰开始消化不良，并且以一种忘恩负义的方式请求妻子做些简单的菜肴。至于纽扣，这位年轻的女子不久就开始纳闷，她那粗心的丈夫丢掉的纽扣都到哪里去了，甚至威胁说要让她自己缝。看看这样她那急躁的拉扯和笨拙的手指会不会让纽扣更牢固些。即使在发现不能仅靠爱情生活之后，这对夫妇依然非常幸福。梅格在准备咖啡时微笑的样子，在约翰看来依然美丽，而梅格也不觉得丈夫每天在亲吻她之后问：“亲爱的，晚饭想吃什么？牛肉还是羊肉？”这样的告别方式不浪漫。那座小房子不再是梦幻之地，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家。这个变化令夫妇俩都很欣慰。起初，他们像两个整天玩耍的孩子一样，总是很快乐。但渐渐的，约翰意识到自己是一家之主，便专注于工作。梅格也换上了大围裙，精力充沛地投入到家务中，而且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，不太注意细节。在他沉迷于烹饪热情的那段时间里，他遵循着科尼利厄斯太太的食谱，像一个必须解决数学题的学生一样，耐心而细致地寻找每个问题的答案。有时他会邀请家人来分享一顿过于丰盛的成功宴席，有时则会偷偷地把一些失败的尝试品交给洛蒂。最终这些东西都进了赫梅尔家孩子们的肚子里，他们对此心怀感激。在和丈夫一起算账的下午，她的烹饪热情会暂时消退，转而追求节俭，结果就是牛奶布丁和面包，或者肉末和重新加热的咖啡。这考验着可怜丈夫的耐心，但她都以值得称赞的毅力忍受了这一切。然而，在找到一个折中方案之前，梅格为家里添置了一批罐子，这是很多年轻夫妇都离不开的东西。由于渴望用自制产品填满食品储藏室，这位年轻女子决定做醋栗果酱。她请约翰买一些小罐子和一些糖，因为家里的醋栗已经熟了，她想在它们坏掉之前利用起来。约翰认为我的妻子不比别人差，并且为她的手艺感到非常自豪，于是决定满足她，让她把家里唯一的果实做成可口的冬季蜜饯。他带回来一打漂亮的小罐子，半桶糖，还雇了一个孩子来摘醋栗。他那美丽的头发梳起来，用小帽子盖住，袖子卷到手肘，系着一件格子围裙，尽管有胸兜，却显得非常俏皮。这位年轻的主妇开始工作了，她对自己成功充满信心。难道她没有见过汉娜做过几百次吗？起初，那一排罐子让他有点害怕，但他告诉自己，把它们都装满是值得的，因为约翰非常喜欢果酱，而且这些罐子放在食品储藏室的架子上会很好看。他花了一天的时间准备、熬煮和过滤，他尽了最大的努力，向科尼利厄斯太太的书请教，绞尽脑汁回想汉娜可能会做而他忘记了什么，又重新熬煮，加糖和过滤，但他就是无法让那堆难看的东西看起来像果酱。
他差点就穿着围裙跑回家，请妈妈帮忙。但是约翰和他已经约定好，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的担忧、实验或争吵而打扰别人。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，他们都笑了，好像他们根本不可能吵架似的。但他们决心自己解决任何问题，不让第三方介入，就像马奇太太建议的那样。所以，在那个炎热的夏日，梅格独自与那不听话的果酱搏斗，直到5点钟，他终于被打败了，坐在他那小小的厨房里，擦干净沾满果酱的手，然后哭了起来。在他新生活的初期，他常常说，我的丈夫可以随时带朋友来吃饭，我总是会准备好，并且会从容不迫，毫无怨言地处理好一切。当他回来时，会发现家里很干净，妻子很快乐，还有一顿美餐。所以，约翰，亲爱的，你甚至不用征求我的同意，可以邀请任何人，放心，我会热情款待你们的。这听起来多美妙啊！约翰听着，眼睛闪闪发光，觉得自己真是幸运，娶到了一位无与伦比的妻子。但事实是，虽然他们也接待过一些客人，但事情从来没有像计划的那样顺利，梅格也未能如愿以偿地大显身手。在这个充满泪水的世界里，事情往往就是这样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只能问为什么，哀叹一番，然后尽可能地泰然处之。如果约翰没有完全忘记果酱的事，那么在1年365天里，他偏偏挑了这一天邀请朋友来吃饭而不事先通知，那就太不可原谅了。他确信家里已经准备好了他早上订购的可口饭菜。这位年轻人在新婚燕尔的无法抑制的激动驱使下，恳请朋友陪他一起回家，事先就陶醉于看到他美丽的妻子出来迎接他们的迷人景象。但这是一个充满失望的世界，正如约翰到达鸽舍时所发现的那样，通常为了表示好客而敞开着的前门，却紧紧地关着，台阶上还留着前一天的泥土，客厅的窗户也同样关着，窗帘拉着，丝毫没有迹象表明里面有一位美丽的妻子在缝纫，穿着白色的衣服，头发上系着迷人的蝴蝶结，也没有一位容光焕发、面带微笑的女主人准备出来迎接她的客人。他们什么也没找到，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任何人，除了一个男孩，看起来像是沾满了血迹，睡在醋栗树下。一定出什么事了，斯科特，你在花园里等我。我去找我妻子，约翰说道，他对这里的寂静和孤独感到惊慌。他迅速走到房子后面，循着一股浓浓的焦糖味。斯科特先生满脸困惑地远远跟着他。当布鲁克先生从他视线中消失时，他在一个合适的距离停了下来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能听到和看到一切。作为一个单身汉，眼前的景象让他觉得非常有趣。厨房里一片混乱，充满了绝望的气息。第一批果酱从罐子里溢了出来，另一批洒在了地上，第三批则在炉子上欢快地燃烧着。洛蒂带着条顿人特有的冷静，正在吃面包，喝着醋栗汁，因为水果仍然是液体状态。布鲁克太太则伤心地哭着，用围裙捂着脸。亲爱的，出什么事了？约翰跑进来问道，他被烫伤手和突如其来的坏消息的景象吓坏了，而且暗地里因为有客人在花园里等着而感到不安。哦，约翰，我又累又热，又生气又担心，我一直努力，直到再也做不动了。快来帮我，不然我会死的。这位精疲力尽的主妇扑进他的怀里，给了他一个非常甜蜜的欢迎。从字面意义上来说，因为他的围裙和地板一样，沾满了果酱。你担心什么，亲爱的？出什么坏事了吗？
约翰焦急地问，温柔地亲吻着他歪到一边的帽顶。是的，梅格伤心地哭着回答。告诉我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别再哭了，我受不了看你这样。尽情发泄吧，我的爱人。果酱做不好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约翰·布鲁克笑得前所未有，那是一种他再也不敢重复的笑声。斯科特先生听到这欢快的笑声，也觉得好笑的笑了。这笑声结束了可怜梅格的哀叹。就这些吗？把它扔到窗外去，别再为它操心了。我会给你买你想要的那么多果酱，但是看在老天的份上，别歇斯底里了，因为我请了杰克斯科特来吃饭，而且……约翰没能说完，因为梅格挣脱开来，双手做出戏剧性的姿势，然后倒在椅子上，带着一种混合着愤怒、责备和沮丧的语气喊道：“请客人吃饭，家里却一团糟。约翰·布鲁克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须他在花园里，我忘了你要做果酱，但现在已经没办法了。”约翰说道，对接下来的事情感到焦虑。你应该派人通知我，或者今天早上告诉我一声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你应该记得我今天会很忙。梅格继续闷闷不乐地说，因为即使是鸽子，生气的时候也会啄人。今天早上我不知道会邀请他，而且我没有时间派人通知你，因为我是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他的。我不觉得我需要征求许可，你总是告诉我做我想做的事。以前我没试过，如果我再试一次，就吊死我吧。约翰带着恼怒的口气补充道。我希望如此。你马上把他带走，我连看都不想看他，而且我什么都没准备好做晚饭。哎呀，这可真够巧的，我带来的肉和蔬菜呢？你答应做的布丁呢？约翰喊道，急忙走向食品储藏室。我没时间做饭，我打算去妈妈家吃饭。很抱歉，但我太忙了。梅格又开始哭了。约翰是个好人，但终究是凡人。在劳累了一天之后，又累又饿地回到家，发现家里一团糟，没有东西吃，妻子心情又差，这实在不是他所期望的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，因为他知道，如果说错一句话，这场小小的争吵可能会演变成更糟糕的事情。这是一个错误，我承认，但如果你帮我一下，我们就能解决它，并且过得很愉快。别哭了，亲爱的，努力一下，给我们准备点吃的。我们就像两个饥饿的猎人，什么都会吃，不会挑剔。给我们一些面包、奶酪和香肠，我保证不会向你要果酱。他最后这句话是开玩笑说的，本意是好的，但这句话却决定了他的命运。梅格觉得他提到他可悲的失败太过残忍，他仅存的一点耐心也消失了。他说：“那你自己弥补错误吧，尽你所能。我太累了，不想为任何人费心。”男人请客人吃粗俗的面包奶酪，这太典型了。我不会在我家做这种事。你带斯科特去我妈妈家，告诉他我不在，我生病了，或者我死了，随便什么都行。我不打算见他，你们俩可以尽情嘲笑我和我的果酱。你们在这里什么也吃不到。说完，梅格猛地脱下围裙，离开了现场，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伤心了。他从不知道那两个男人在他离开后做了什么，但是斯科特先生没有去他母亲家吃饭，而且当梅格下来的时候，在他们离开后，他惊恐地发现了一顿简陋晚餐的残羹剩饭。洛蒂解释说，他们吃了很多，笑了很多，而且先生命令
他把果酱扔掉，把罐子藏起来。梅格很想去妈妈那里倾诉她的遭遇，但是对自己失败的羞愧和对约翰的忠诚，她可能很残忍，但任何人都不能知道阻止了她。她稍微整理了一下房子，打扮了一下，然后坐下来等丈夫回来，准备和好。不幸的是，约翰没有回来，因为他对这件事的看法不同。他曾和斯科特开玩笑，尽力为他的小妻子辩解，并且尽其所能地热情款待了他的客人。他的朋友很喜欢这顿临时的晚餐，并承诺改天再来。但是，尽管没有表现出来，约翰还是很生气。他觉得梅格让他陷入了窘境，然后在他最需要他的时候抛弃了他。他想，对一个男人说，他可以随时随心所欲地带朋友回家，这是不公平的。而当他相信他的话时，他却大发雷霆，责骂他，然后让他独自面对问题，任由别人嘲笑或同情他。不，看在所有圣徒的份上，这可不行。梅格应该明白这一点。吃饭的时候，他内心波涛汹涌，但是在最糟糕的时刻过去之后，当他送走斯科特回家时，他的情绪平静了下来。可怜的小东西，我对他太苛刻了，他那么努力的想取悦我。他做错了，但他还很年轻，我应该更有耐心，教他如何举止。约翰希望他没有跑回家去搬弄是非，他讨厌闲言碎语，也讨厌别人插手他的生活。仅仅是这个想法就让他心情不好。但是当他想象梅格哭得生病时，他的心又软了下来。他加快了脚步，决心表现得平静而温柔，但也坚定地让妻子明白，他忽视了作为妻子的责任。梅格也决心表现得平静而温柔，并且让他明白他作为丈夫的责任。他想跑去迎接他，请求他的原谅，亲吻他，在他的怀里找到安慰。但是他当然没有这样做。当他看到约翰回来的时候，他开始假装自然地哼着歌，一边摇晃着身体，一边缝纫，像一个穿着盛装的悠闲女人。约翰没有看到一个温柔的尼尔柏，感到有些失望，但是他坚信应该由他先道歉，所以什么也没说。他平静地走进来，然后躺在沙发上，从那里发表了以下有趣的评论：亲爱的，月亮要圆了。我觉得很好。梅格的回答像药膏一样温柔。布鲁克先生又谈了几个普遍感兴趣的话题，布鲁克太太都以淡淡的情绪回应，直到谈话渐渐平息。约翰于是走到窗边，打开报纸，象征性地把自己裹了起来。梅格走到另一扇窗户，开始在拖鞋上缝新的装饰品，好像性命攸关似的。他们俩谁也没说话，都表现得平静而坚定，也都感到非常不舒服。哦天哪，梅格想，婚姻生活真难，除了爱情，还需要无限的耐心，就像妈妈说的那样。妈妈这个词让她想起了多年前母亲给她的另一个忠告，当时她听了很不高兴。约翰是个好人，但他有缺点，你必须学会看到他们并忍受他们，同时不要忘记你也有你自己的缺点。他很坚定，但是如果你用温柔的方式和他理论，而不是不耐烦地反驳他，他就不会固执己见。他很严格，尤其是在说实话方面，这是一种美德。即使你觉得不舒服，梅格，永远不要在言语或行为上欺骗他，他就会像你应得的那样信任你，并支持你。他的性格和我们不同，我们很容易发火，但很快就会过去。他不容易生气，但生气的时候不容易平息。小心不要激怒他，记住你的平静和幸福取决于不失去他的尊重。
注意你做什么和说什么，如果你们俩都犯了错，先道歉，这样就能避免那些小小的争吵、误解和难听的话。这些会带来痛苦的悲伤和悔恨。梅格在黄昏时分绣花的时候，想起了这些话，尤其是最后几句。约翰和他正经历着他们第一次大的不和，他说的那些难听的话，现在想起来显得愚蠢而刻薄，他的愤怒也显得幼稚。当他想象可怜的约翰回到家看到那样的情景时，他的心软了下来。他含着泪看着他，但他没有注意到。他放下手中的活，站了起来，决心先说对不起，即使他似乎没有注意。他非常缓慢地穿过房间，因为他很难咽下自己的骄傲，然后停在丈夫面前。但他没有抬头看他。几秒钟内，这位年轻的女子觉得无法继续下去，但她想，这只是开始。我会做我应该做的事，这样我就不会有什么可自责的了。她弯下腰，温柔地亲吻了丈夫的额头。这就够了。那个忏悔的吻比任何话语都有效。约翰把她抱到膝上，温柔地说：“我不应该取笑果酱的事，我很抱歉，亲爱的，我保证再也不会这样做了。”但他还是做了。天哪，他当然做了。几百次，梅格也一样。他们俩都说那是他们一生中最甜的果酱，因为那些罐子用来保存家庭的和平。在那之后，梅格邀请斯科特先生共进晚餐，并为他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宴席，其中没有一个怒气冲冲的女人作为第一道菜。他非常开朗风趣，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，以至于斯科特先生对约翰说，他娶了她真是幸运，并在回家的路上喃喃自语着单身生活的悲惨。秋天带来了新的挑战和经历。萨利·莫法特恢复了与梅格的友谊，经常到小房子里来聊些闲话，或者邀请可怜的小东西到他的大宅子里去玩一天。梅格很喜欢他的陪伴，因为坏天气让他感到有些孤独。家里所有人都很忙，约翰很晚才回来，他除了缝纫、看书或整理花园之外，无事可做。于是，他开始和朋友一起散步和聊天。看到萨利漂亮的家当，他又开始渴望拥有类似的东西，并为自己的匮乏而自怜。萨利非常友善，总是想送他一些小玩意儿，但梅格拒绝接受，因为他知道约翰不会喜欢。但最终，这位轻率的小妇人还是做了一件更让约翰不高兴的事。梅格总是知道丈夫挣多少钱，并且感谢他对她信任这件事。金钱，许多男人似乎比幸福更看重这件事。他知道他把钱放在哪里，可以拿他需要的任何东西，只要他记下每一分钱的支出，每月付一次账单，并且不要忘记他是一个穷人的妻子。到目前为止，他做得很好，他很谨慎细致，把一切都整齐地记在账本上，并且每个月都毫无畏惧地拿给他看。然而，那年秋天，蛇来到了梅格的乐园。他不是用苹果来诱惑他，而是用衣服。这是现代夏娃们常受到的诱惑。梅格不喜欢觉得自己穷，也不喜欢别人可怜他，这让他非常恼火，但他不愿意承认，所以他时不时地买些漂亮的东西来安慰自己，这样萨利就不会觉得他必须节衣缩食了。事后，他总是觉得很糟糕，因为他买的漂亮东西很少是必需品。但是，因为他们花不了多少钱，他没有什么可担心的。然而，这些小玩意儿的开销越来越大，而且，当他和朋友一起去商店时，他不再满足于只看不买了。但是，小饰品比你想象的要贵。当他在月底算账的时候，他被总数吓了一跳。那个月，约翰很忙，让他负责付账单。
下个月他不在家，但是在第3个月发生了一次梅格永远不会忘记的清算。几天前，他做了一件可怕的事情，这件事一直压在他的心头。萨莉买了几件丝绸，梅格非常想要一件，只有一件漂亮明亮的丝绸过节穿，因为她的黑裙子已经很旧了，而且只有年轻女孩才能在晚上穿漂亮的衣服。新年的时候，玛奇姑妈通常会给姐妹们1枚25美元的金币。离那时只有1个多月了。那块漂亮的紫色丝绸非常便宜，而且他有钱，他只需要敢于拿走它。约翰总是说他的一切都是他的，但是他会觉得他花掉他希望得到的25美元，以及家庭预算里的另外25美元是对的吗？这就是问题所在。萨莉鼓励他这样做，主动借钱给他，并且带着最好的意图，诱惑梅格到了他无法抗拒的地步。在那一刻，售货员指着那些迷人而闪亮的布料说：“太太，这很便宜，我向您保证。”他回答说：“我买了。”他们剪下布料，付了钱。萨莉很高兴。梅格笑了，好像这次购买并不重要，但是他觉得自己像刚偷了东西，而且警察就在他身后。当他回到家的时候，他想通过欣赏丝绸的美丽来减轻他的内疚感，但是那时他觉得它没有那么闪亮，它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适合他，而且他似乎看到布的两面都印着50美元的字样。他把它从视线中移开，但是布的形象一直在困扰着他，不是像一件漂亮的裙子，而是像一个难以弥补的可怕错误的幽灵。那天晚上，当约翰拿起账本的时候，梅格的心砰砰直跳，而且自从她结婚以来，她第一次害怕她的丈夫。他友善的棕色眼睛可能会很严厉，而且虽然他特别高兴，梅格怀疑他已经发现了他，并且在掩饰，因为他已经付了所有的账单，而且账目是最新的。约翰祝贺了他，而且当他准备打开那个他们称之为银行的旧钱包的时候，梅格知道它是空的。他阻止了他的手，紧张地说：“你还没有看我的个人开支。”约翰从不要求看那些，但是他坚持要和他分享，而且他觉得他对女性特殊需求的男性化困惑很有趣，所以他会查找鞋带是什么意思，严厉地盘问衬衣是什么，或者好奇地问，如果一顶女帽只不过是一块天鹅绒，上面有几条丝带和3个布玫瑰花蕾，那么他怎么可能花5-6美元？在那一次，他似乎准备好好分析一下他妻子的账目，并且假装对他的铺张浪费感到震惊，就像他经常做的那样，虽然事实上他特别为他妻子的谨慎而感到骄傲。这位年轻的女子把账目放在他面前，然后站在他的椅子后面，借口按摩他的额头，以抚平因疲劳而产生的皱纹。而且从那里，他越来越害怕地说：“约翰，亲爱的，我很不好意思给你看这些账目，因为最近几天我花的钱超过了应该花的钱，因为我现在更多的出门了，我需要一些东西。萨莉建议我买它们，而且我听了她的话。我姑妈在新年的时候给我的钱可以付一部分。尽管如此，当我买完它们以后，我就后悔了。我不希望你对我有不好的想法，亲爱的。”约翰笑了，把他拉到他身边，高兴地说：“别躲起来，我不会因为你买了一双好靴子而打你的。我为我妻子的脚感到骄傲，所以我不介意为一双好鞋子花8-9美元。”靴子是梅格在他的账目里记下的最后一批小玩意儿之一。约翰的眼睛在他说话的时候已经看到了那一项。哦，当我发现我花了50美元的时候，他会怎么想？
太可怕了！这位年轻的女子心想，打了个寒战。不仅仅是一双靴子，是一件丝绸裙子。她平静地绝望着说，希望最糟糕的事情已经过去了。好吧，亲爱的，就像曼塔利尼先生说的，该死的总数是多少？约翰通常不会这样说话，而且他用他惯常的坦率看着他。直到那天，他总是能够回应他。梅格翻过一页，转过头，指着最后的总数。如果没有那额外的$50，这个总数就已经很难接受了。但是有了它，这个总数令人害怕。一阵紧张的沉默持续了1分钟，之后约翰缓慢地说，尽量不表现出他的不舒服。好吧，我想$50对于一件裙子来说不算太多，加上所有让它看起来更好的装饰品。他还没有做好，甚至还没有剪裁。梅格叹了口气，沮丧地说，因为他知道做它的成本会有多高。25码丝绸对于像我妻子这样娇小的女人来说似乎很多，但我相信你会像内德·莫法特的妻子一样优雅。约翰用冷淡的语气说。我知道你很生气，约翰，但是我忍不住。我不想浪费你的钱，我没有想到那些小小的开支加起来会这么多。当我看到萨利买他想买的一切，而且可怜我不能这样做的时候，我无法抗拒。我努力知足，但这很难。我厌倦了贫穷。他最后说的时候声音很小，他认为他没有听到，但是他听到了，而且约翰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，因为他已经让自己少花了很多钱，来确保梅格什么都不缺。他希望自己没有说那些话。约翰把账本放在一边，站了起来，用颤抖的声音说：我担心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会尽我所能，梅格。如果约翰责骂他，甚至摇晃他，梅格也不会像听到他说那些话时那样感到难过。他跑向他，紧紧地拥抱他，哭着忏悔。哦，约翰，我亲爱的、甜蜜和努力的丈夫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一直很坏、虚伪和忘恩负义。我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？哦，我怎么能？约翰心地善良，立刻原谅了他，没有责备他。但是梅格知道，即使他不再提起这件事，他所做和所说的事情也不容易忘记。他曾答应在好的和坏的情况下爱他，而且现在他的妻子，因为他贫穷而责备他，在他不顾一切地花光了他的积蓄以后，这太可怕了。但是最糟糕的是，约翰平静地接受了这件事，而且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继续下去。除了他留在镇上的时间更长了，而且晚上还在工作，而他则哭着睡着了。1周的悔恨让他快要生病了，而且当他得知约翰已经取消了他新外套的订单的时候，这位年轻的女子陷入了真正的绝望。当他问他改变的原因时，他只是回答说：我买不起，亲爱的。梅格什么也没说，但是几秒钟后，约翰发现他在走廊里，把脸埋在他旧的灰色外套里，哭得好像他的心都碎了。那天晚上，他们好好地谈了一次，而且梅格因为她的贫穷而更加爱她的丈夫，因为这种情况让他成为了一个男人，给了他为自己奋斗的力量和勇气，而且给了他一种甜蜜的耐心来面对他所爱的人的缺点和不足。第二天，梅格把他的骄傲放在一边，然后去见萨利，告诉他真相，请他帮他买那块丝绸布料。和蔼的莫法特太太很乐意这样做，而且很有分寸地没有立即把它送给他。
然后梅格去给约翰买了一件新外套，而且当他回来的时候，他请他试穿，问他：“你喜欢我的新丝绸裙子吗？”很容易想象他的回答，这个礼物让他很高兴，而且从那时起一切都很顺利。约翰更早的回家了，梅格也不再那么经常出门了，而且这位体贴的小妇人帮助快乐的丈夫在早上穿上他的新外套，在晚上脱下套。之后，就这样，1年在和平中过去了，直到在夏天中期，梅格有了一个新的经历，这是每个女人一生中最深刻和最温柔的经历。一个星期六，老李出现在鸽舍的厨房里，他的脸因为激动而红了，受到了汉娜的热烈欢迎。他用一只手拿着平底锅，另一只手拿着锅盖，即兴地敲打着。新妈妈怎么样了？大家都去哪里了？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老李说，发出了一声响亮的叹息。他像女王一样高兴。每个人都在楼上祈祷。我们不希望这里有任何旋风。你进客厅去，我会通知他们你来了。说完，汉娜带着压抑的、欣喜若狂的笑声消失了。乔立刻出现了，他很自豪，抱着一个用毯子裹着的东西。他的表情很严肃，但是他的眼睛闪闪发光，而且他的声音充满了压抑的激动。闭上你的眼睛，伸出你的手臂，他邀请道。老李连忙退后，把手藏在背后，用恳求的表情看着他。不，谢谢，我不想这样做，我肯定会把它掉下来或者压扁它的。那么，你最好不要看它，乔用坚决的语气回答说，然后转身离开了房间。好吧，我会的，我会的。但是如果发生了什么事，你要负责。老李遵从乔的指示，闭上了眼睛。这时他把那个东西递给了他。当他听到乔、艾米、马奇太太、汉娜和约翰的笑声的时候，老李睁开了眼睛，发现他有2个孩子，每只胳膊里一个。难怪他们会笑。老李难以置信地看着那些无辜的孩子和那些兴高采烈的观众，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他的表情非常滑稽，连一个贵格会教徒都忍不住会捧腹大笑。乔坐在地上，笑得死去活来。天哪，他们是双胞胎！几分钟内，这是这位年轻人唯一能说出来的话，而且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。最后，他带着一种滑稽的可怜的表情补充道：“请有人把孩子从我怀里抱走。”我再也忍不住笑了，我怕我会把他们掉在地上。约翰抱走了他的孩子，抱着他们一个一个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好像他是一个精通新生儿护理奥秘的人，而老李则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这是本季最好的笑话吗？我没有告诉你，因为我想给你一个惊喜。我很高兴我这样做了。乔说，他喘过气来。我太惊讶了，太有趣了。他们都是男孩吗？你们打算怎么叫他们？让我看看他们。乔，帮帮我，因为一个对我来说已经太多了，更别说2个了。老李看着那2个新生儿，就像一只又大又慈祥的纽芬兰犬看着2只小猫一样。一男一女，他们不是很漂亮吗？骄傲的爸爸笑着说，看着那2个孩子，他们的脸红扑扑的，看起来像没有翅膀的天使。他们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婴儿。哪个是哪个？老李问道，他非常专注地观察着那些小奇迹。艾米给男孩系了一条蓝色的丝带，给女孩系了一条粉红色的丝带，就像他们在法国做的那样，这样更容易认出来。而且，一个有蓝色的眼睛，
另一个有棕色的眼睛。给他们一个吻，泰迪叔叔，乔戏弄地说。我怕他们不喜欢。老李带着不寻常的羞怯回答说。当然他们会喜欢，他们已经习惯了。先生，请立即履行您的职责，乔命令道，以免年轻人逃脱。老李做了个鬼脸，顺从地在每个孩子的脸颊上亲了一下。他非常小心，以至于所有人都笑了，孩子们也开始哭了。你看到了吗？我就知道他们不喜欢。你看，这个男孩已经开始像一个真正的小男子汉一样拳打脚踢了。嘿，小布鲁克，去找和你一样大的人！老李高兴地喊道，看到那只小拳头徒劳地想打他的脸。这个男孩叫约翰·劳伦斯，这个女孩叫玛格丽特，和她妈妈和奶奶一样，我们会叫她黛西，这样家里就不会有2个梅格了。而且我想我们会叫这个男孩杰克，除非我们想到一个更好的昵称。艾米解释说，带着姑妈应有的兴趣。你们可以叫他德米约翰，我会叫他德米，为了方便。老李说。黛西和德米太好了，我知道泰迪会想出一个好办法。乔拍着手喊道。而且，事实上，泰迪想到了，因为从那时起，孩子们就被称为黛西和德米。